今天聊一下娱乐圈的事儿。9月11号，演员于朦胧他在北京一个挺高档的公寓从楼上掉了下来，人当场就没了，才37岁。事情刚发生不到12个小时，一个所谓的工作室就发了一个声明，急匆匆的给这个事儿画了一个句号，结论很简单，排除刑事嫌疑。过了几天呢，又以于妈妈的名义发了一个东西，说死因是喝醉酒之后不小心掉了下去。听上去是一个让人非常可惜的意外，对不对？但是这个官方的说法不但没有让大家信服，反而就像一滴水掉到了热油锅，呲啦一下子在网上就炸开了锅。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早就已经注销了的这个幽灵的工作室，他凭什么能够代替警察来下结论呢？一个圈内出了名的恐高的人，他怎么偏偏就那么巧意外的从高楼上掉下来呢？而且现场那个窗户的纱窗啊，怎么破的就那么奇怪，像是被人割开的，而且窗户外墙上面还有好多的抓痕。那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到底是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所有网上能够找到的这些公开的信息拿出来捋一捋，看一看所有这些物证上的疑点以及各方的反应为什么那么不正常。然后我们也可以系统性的评判一下关于他死因的3种可能性，到底是意外啊，是自杀还是他杀。那开始之前，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记得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因为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些发现点，可能会让您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想，任何关于死亡案件的调查，都需要对于受害者进行比较深入的一个心理画像。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环，能够帮我们判断他到底有多大可能性会以某种非常特定的方式离开这个人世。那关于于朦胧，如果我们分析这个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不管是说他意外还是自杀，可能都跟他的个人性格以及最近的生活状态不太符合，或者说是有没办法调和的矛盾。我们知道于朦胧是1988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他是选秀出来的，后来演了好几部特别火的古装剧，比如说像《太子妃升职记》，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样，所以他后来有了一个叫做古装美男子的称号，全网的粉丝也有2000多万。但是他这样一条演艺的路，说实话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他事业最好的时候，他曾经消失过好几年，大概是从2018到2020年，有3年时间，他因为拒绝了圈里面一个特别有权势的老大这个老大听说是想要对他进行潜规则，因为这个事儿他被雪藏了整整3年。3年时间，对于一个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男演员来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很大，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然后他解禁之后呢，又靠着自己的一点一点的努力把自己的演艺事业又做了回来。而且出事之前，他刚刚拍完一部新戏，第2天，也就是9月12号，其实他有一个预定的行程，要去参加央视一个节目的录制。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对于未来有非常明确的计划的人。再有一个呢，就是于朦胧这个人，那些朋友发的那些悼念都提到说，他这个人性格特别开朗，有责任心，而且还养了2条他特别喜欢的狗狗。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要想不开的话，那最起码他应该会为那2条狗给安顿好后路，对不对？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消息说于朦胧他有抑郁症，他自己以前还曾经劝过有轻生念头的朋友，这就说明对于生命这个事情，他是抱着一种非常积极跟尊重的态度的。而最矛盾的一个点就在于说，于朦胧其实圈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有非常严重的恐高症，这个是在他过去很多采访跟拍戏的经历里面都被证实过的。恐高说实话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胆子很小，而是说有一种心理障碍，就是一个人他只要去到很高的地方就会产生一种不合理的一些恐惧感，比如说心跳加速、喘不上气手脚发软。有这样毛病的人，他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为模式就是他会非常主动的躲开那些非常高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
有恐高症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在喝醉的情况下还凑到窗户旁边，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掉下去呢？那这个解释，我觉得不单是违背了逻辑，也会违背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求生本能。那总结一下，我们知道于朦胧他的事业在变好，整个人的性格很开朗，他非常热爱生活，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极度恐高，把所有这些标签拼在一块儿。那这个于朦胧就不是官方结论里面描绘的那个于朦胧。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说不通的矛盾的地方，才会让那么多的网友他们自发的开始了一场网络集体办案，大家伙都拒绝接受那个听起来太简单也太粗暴的答案。那如果说从于朦胧这个人本身来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否定了意外跟自杀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案发现场的那些东西，那些物证可以说是从物的角度给了一个暴力犯罪提供了一个没办法反驳的证据。我们知道官方的剧本其实主要是两个东西拼起来的，一个是工作室的声明，另外一个是以他妈妈名义发的声明。但是说白了，两个东西说的是一回事，就是喝多了不小心掉下来了。那我们现在从官方的这个剧本里面找一找看，到底有多少说不通的不合情理的地方。第一个也是最多人提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纱窗，在现场所有的证据里面，那个破了的这个金属纱窗可以说是最会说话的物证。我们看看网上流传出来的那些照片，那个纱窗它上半部分是整个从窗框上被撕了下来，或者说是被人割下来，弄出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但是下半部分还好好的连在窗框上，而窗框本身都严重的扭曲变形了，这个就说明他当时承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不正常的力。我们从最简单的物理学上来分析就知道，一个成年男人如果喝多了不小心撞到纱窗上，这样一个冲击的力道应该是散开的，从他撞到的那个点往四周分散，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整个纱窗往外鼓出来变形，甚至是整个掉下来，绝对不太可能像是现在这个样子，上半部分被精准的撕开，而下半部分还完好无损。而且我们要知道，按照国家的标准呢，住宅的纱窗是要有一定的强度的，一个成年人他偶尔靠一下碰一下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要是想办法把这个上半部分用手撕开来，你还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力点，而且还要持续很大的力气去撕，这更像是一个什么？更像是一个人或者好几个人，他们为了把一个正在反抗的人从窗户推出去，那集中力量去破坏这么一个障碍物，那这样一种破坏的力道，它带有非常明确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而第二个节点就是窗台上的抓痕。那如果说破了的纱窗，它指向的是施暴的人，那么在于朦胧掉下去的那个窗户下边的外墙上留了好多密密麻麻的抓痕，这个就是受害者留下的最后的也无声的证词。在查案子的时候，这样一种痕迹就属于防御性伤痕的一种，是受害者在面对生命最危险的时刻，出于求生的本能做出的最后的抵抗。这样一些抓痕的存在，起码说明了3个点。第一，就是于朦胧当时他脑子是清醒的，一个喝的烂醉或者是被下了药迷晕的人，他可能做不出这样一种精准的那么用力的抓牢的动作。第二，就是当时应该有非常激烈的对抗，而这些抓痕是他身体被推出窗户以后拼了命用指甲去抠这个墙壁，想要抓住任何能够救命的东西所留下来的痕迹。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得有多么的惨烈。第三，就是他掉下去的过程可能不是一下子就掉下去了，有这么多的抓痕，说明他在窗户外边可能挂着或者挣扎了一段时间，而这样一段时间足够让他在墙上留下了好几处这么惨烈的痕迹。所以我们看到纱窗破损的样子跟墙上的抓痕，这2个东西放在一块儿，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上说得通的暴力行为的链条。于朦胧他在窗户边上被人攻击，他激烈的反抗，手抓住了窗框跟墙，动手的人为了把他推出去，就暴力破坏了挡事儿的这个纱窗，最后于朦胧在挣扎当中被硬生生的推了下去。而第3个疑点就是反锁的房门。根据爆料说，
于朦胧他是在凌晨2点钟左右进的卧室，而且把这个门给反锁上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脑子都糊涂的时候，他会去做反锁房门这样一种需要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才做的精细的动作吗？我觉得是不太符合常理。反锁房门这个动作，恰恰说明他当时应该是比较清醒的，可能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或者是也许进行一场私底下的谈话或者什么。不管怎么样，以上这些物证其实已经足够吓人了。但是我觉得更让人觉得发冷的是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流程，它基本上是比较完美的给我们展示了权力是怎么样能够让正常的程序完全作废的。那接下来说的这个第4个也是最核心的一个疑点，就是崩塌的程序正义。在于朦胧这个事情当中，官方调查的那个流程，这个效率高的太不正常了，引发了很多人对于程序正义的一个非常广泛的质疑。12个小时之内就已经能够排除刑事嫌疑，这个结论是整个官方的说法里面最站不住脚的一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查案子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接到非正常死亡的报案，必须要走一套法定的程序，而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证据确实充分，并且能够对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12个小时之内要完成下面这些对于一个可能是凶杀案来说必不可少的步骤，其实是很难想象的。首先要完成全面的现场的勘查跟物证的收集工作，那个破了的纱窗啊，要做微衡量的分析，墙上的抓痕要提取可能是 DNA 或者是指纹来做鉴定，屋里面有没有打斗的痕迹，也得要找一找，非常细心的搜索整个屋子。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物证的鉴定工作，我想他花的时间远远可能不止12个小时。其次的话，要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法医的鉴定，比如说完整的尸体解剖跟毒理学的分析，这个是判断死者的死因，确定有没有被下药的关键。而一份严谨的法医报告，从解剖到最后出结论，通常需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而没有这样一份结论的话，任何关于死因的说法都有可能是胡说八道。再次的话，我们需要做非常深入的嫌疑人的讯问。你想想看，需要把所有当时在场的朋友都隔离开，分别问话，再交叉对比他们的说法，甚至有可能会用上测谎仪，这个才是查明真相的核心。但是在短短12个小时里面，从早上6点钟开始到晚上6点钟已经出了结论，这段时间连找到所有那5、6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做完第一轮最基本的问话，时间都非常的紧张，更不要说还要发现他们说法里面的互相矛盾的地方，然后去突破，去做进一步的问讯。整个的过程其实需要的时间肯定不止12个小时，而且法律规定是要把所有合理的怀疑，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些疑点，都给出让人信服的、有证据支持的解释之后，才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但是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过那个纱窗到底是怎么破的，这个科学的鉴定结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墙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而最核心的尸检报告跟毒理学的分析报告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我们根本不知道于朦胧他体内的酒精浓度是多少，有没有安眠药、麻醉药，所有在场朋友的详细的证词也没有向社会公开过。所以这个案子的调查者他不但没有解释这些疑点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完全无视了他们的存在，直接就跳到了结论。说白了，我相信这个不太像是一个依靠证据推理出来的结论，所以就不禁让人怀疑，调查真正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去认证一个可能早就已经定好的结果吗？另外就是那个一直出来说话的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非常奇怪，因为他发布所有的权威的结论是在一个事发前2个月就已经从工商登记已经注销的、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于朦胧工作室。就这么一个工作室，在事发之后不到12个小时就发布了第一个声明，核心的信息就是经过警方的工作，已经排除了刑事嫌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结论其实原本应该是由公安机关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发布的，而一个
理论上来说已经注销不存在的工作室，他凭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来代替警察来结案呢？还有一点就是警方在这个案子上的极度沉默，我觉得也是不正常的，因为本身他是有2000万粉丝的一个明星，而且现在这个事情经过几天的发酵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但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份官方的警情通报。我们很熟悉的那些处理李云迪这些明星案子时候常见的标志性的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这一次是缺席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国家现在的舆情管理体系里面，首都的公安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舆情事件零回应，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样一种官方的沉默，不是说他们不作为，有可能是一种被动的让权，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有更高层级的力量插手了，让公安机关偏离了正常的警情发布流程。而最后所有在场的关键证人他们集体沉默，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那天晚上聚会的所有的朋友，他们作为现场最核心的目击者，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身份都不太知道到底是谁，全部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这样一种密不透风的沉默太不自然了，而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可能他们都受到了外部的巨大的压力或者非常明确的封口令。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12个小时就排除了刑事嫌疑这个结论，违背了查案的基本规律。一个幽灵工作室扮演了警察跟家属两个角色，而本该出来说话的警察跟现场的目击证人集体保持了沉默，而这样一种责任跟权利的完全错位，本身就在打脸这个所谓意外死亡的结论。那面对所有这些说不通的地方跟疑点，我们尝试着从一个专业查案的角度，把所有的可能性系统性的评估一遍。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竞争性假设分析的工具来尝试把意外、自杀跟被杀3个假设都摆在桌面上，跟所有已经知道的证据去做个比对，然后看看到底哪一个假设能够最顺畅、最合理、最全面的把所有的事儿都能够解释通。我们先看第一个假设，就是官方的结论：喝酒意外掉下楼。这个假设跟纱窗破裂的形状那么奇怪，跟窗台上的挣扎的痕迹，跟于朦胧他本人恐高的特点，还有他事发前反锁房门的行为，都有非常严重而且没办法调和的矛盾。同时他也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连最基本的调查程序都不走，就能够12个小时之内排除掉刑事的嫌疑。为什么需要动用国家级别的力量去压制舆论跟封锁消息？一个单纯的意外事件，哪怕是一个名人，也绝对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假设，就是抑郁自杀。那这个假设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于朦胧他没有任何自杀的动机，因为他的事业从最低谷爬起来，现在是越来越好，也没有抑郁症的疾病史。其次的话，一个恐高的人，他选择跳楼作为自杀的方式，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跟一帮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去自残呢？这个也违背他内心最深的这个恐惧的本能。更何况他也没有为他自己2只狗狗做出后面的安排。而最关键的就是那些非常激烈的挣扎的痕迹不符合一个一心求死的人非常决绝的行为模式，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假设的可能性也非常低。那最后我们看看第3个假设，就是他杀。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碎片都重新拼接起来，然后看看这个假设是不是一切都可以说得通了。首先就是纱窗的这个破损跟窗台上的抓痕是完美的符合了一个人被硬生生推出窗外的时候那样一种激烈反抗跟求生的本能。第二是反锁房门，那也可能是由于于朦胧当时尚存一丝警惕，所以他去休息的时候从内部反锁了房门。但是这样一道锁对于门外掌握着钥匙或者工具的同伙来说肯定是形同虚设。然后我们看到第3点，又是警方12个小时之内宣布排除刑事嫌疑，不是因为查清楚了，可能是因为第一时间就把刑事调查这条路给堵死了。在黄金12小时通过排除刑事嫌疑这个结论，可以
抢先为整件事情来定性、来设置议程，来试图在公众心目当中植入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的框架。接下来为什么会把一个已经在法律上在工商的注册登记程序里面注销的工作室推到前台来代表官方来发声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权利代理人，因为他可以发布任何被受益的结论，而且还不用承担法律的责任。而家属那样一份非常冷静的声明，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威胁，甚至是利益交换之后，被迫要出来配合演戏。至于全网那样一种焦土式的信息的压制，恰恰可以证明这个真相背后有可能会牵涉到太多的人或者是有着绝对不能够被公开的巨大的能量。所以第三个假设，他杀并且有可能被权力有意来掩盖真相，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非常系统的、顺畅的，能够解释所有物证跟行为逻辑以及程序反常的选项。它的解释力远远比意外或者自杀要高得多。这个已经不再是什么所谓的阴谋论，而是基于所有已经公开的网络上的信息进行逻辑推演之后得出来的可能性最高的结论。在我看来，那天晚上在小区的聚会根本有可能不是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有明确目的的鸿门宴。鸿门宴这个词儿说白了不就是没安好心的饭局吗？核心特点就是什么？权力不对等，假装对你好，提前设好了圈套。如果我们把于朦胧这个案子放到鸿门宴这个框架里面看的话，就会发现所有那些看起来零散的线索都能够串起来一条非常清晰的逻辑链条。一个在圈子里面有绝对权力的大佬派自己的亲信在于朦胧信任的这一个朋友家设了一个局，而且是一个封闭的容易出手的小区。他们喝了一顿酒，最终就完成了这样一次现代版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天晚上在场的5-6个朋友，甚至有可能包括房主本人，都是整起谋杀案的直接参与人，或者是必不可少的同谋。我们看一看他们集体的行为模式，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一个成年男人从4楼掉下去，这个动静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在同一个公寓的这5-6个人竟然会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你觉得这个事儿从概率上说可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概率几乎是0。而且发现朋友掉下去了，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报警救人，而是拿衣服把尸体盖起来。而且案发之后，这帮人全部集体从公众的视野消失，集体保持沉默。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同案犯的攻守同盟的表现。而至于说动机，有人猜测是因为之前那个潜规则的大佬设局报复，有人猜测是因为男色，也有人说是洗钱。那所有这些因为没有实锤，我也就不胡乱猜测了。那在于朦胧这个事情里面，犯罪行为它并没有在身体着地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恰恰相反，整个案子的疑点刚刚开始在网上传开，开始讨论的时候，一股非常强大的组织的特别好的力量就已经迅速介入，把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精准而又残酷的绞杀。普通网友发的这个质疑的帖子呀，带现场照片的一些微博或者是深度分析的文章，几乎都是发出来就立刻被秒删，而相关的话题也很快被从热搜榜上拿下来，相关的搜索词也会被屏蔽。在少数还能够讨论的地方，大量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些评论迅速的出现，说的话都非常类似，比如说什么逝者安息，不要打扰人家，尊重家属，停止无谓的猜测等等等等。这样一种调动大批水军来控制评论的手法是非常常见的典型的战术。于朦胧他在圈内的好友发的那些悼念性质的一些信息也遭到了定点清除，像高泰宇啊、邢飞啊这些艺人，他们发的悼念的微博也几乎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被删除了。这样一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非常强烈的暗示他们都接到了来自于更高层级的不要说话的封口令。对于于朦胧这些身在圈内前途完全被大佬捏在手里的朋友来说，面对同样的威胁，选择沉默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活路。而在所有的舆论操控里面，最冷酷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招，就是在舆论闹得最凶的第5天，通过一个
已经注销的这个工作室的账号发了那封所谓的母亲的声明。首先用一个已经没有法律资格的已经注销的工作室来发布官方的信息，这个事本身就特别的荒谬。而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选择，恰恰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可以用任何我想要的方式来定义到底什么是官方。其实如果我们分析这个声明的文字的话，冷静克制，甚至到了非常冷酷的程度，整篇声明都是在赞美官方的调查，劝大家别再瞎猜。这个完全不符合一个刚刚失去了儿子，处在巨大的悲痛跟困惑当中的母亲这样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这份声明当中的每一个字都在说着两个词儿：胁迫跟代言。那根据我们前面一步一步的逻辑推演，从于朦胧本人的心理画像，到现场那些无法忽视的物证，再到官方那样一套漏洞百出的处理流程，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完整而且逻辑自洽的叙事，就是于朦胧他的死极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而且被权力深度干预的蓄意谋杀。这个推断出来的结论解释了我们所有的困惑，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分析者，我们的工作不能够结束，因为今天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网络上能够找到的公开信息，但因为毕竟不是警察，而且身处海外，也没办法接触到比如说卷宗啊、法医报告啊跟完整的证人证词等等第一手资料，所以信息壁垒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其实看到一个据传是于朦胧他坠楼之后的视频，说实话那个视频看得我汗毛倒竖，但其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视频的真实性。而这些跟某些大 V 言之凿凿的说所谓某个副国级干部是于朦胧这起谋杀案背后的凶手，其实是一个意思。这个也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像于朦胧这种类似的案子，你要做事实核查其实很难，但这种情况我也不愿意滑坡滑得太远，所以为了对于屏幕前的零负责，在得出这个沉重的结论之后，我想做一个更困难但是也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用最严苛的标准从反面来审视目前这个结论。我想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反向叙事，或者说直白一点，很多人可能以为是为官方洗地的一种可能性是，如果警方的处理并没有违反程序呢？那虽然这个反向的叙事听上去很刺耳，但是我还是想看看这个逻辑。第一点就是12小时闪电结束的罪案调查。那对于高坠死亡这样一类案件，如果初步的现场的勘查、证人的证言跟表面尸检可以迅速指向非刑事的成因，那么在数小时之内做出不予立案的这个决定，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并非完全不可能。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关于尸检。对于高楼坠亡案件来说，尸检也就是法医对于体表的初步检查是肯定要进行的，但是如果这个初步检查发现所有的伤痕都符合高坠特征，没有其他可疑伤痕的话，或许法医就不会继续了。而尸体解剖，也就是打开身体进行详细的分析，例如坠亡之前是否被下药等等，只有在初步检验死因不明或者存在疑点的时候才有必要进行。那么于朦胧的家属会同意吗？我想一个理性的想法肯定是要做解剖，彻底搞清楚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呀。但是将心比心，一个悲痛的母亲在接受了这是一个悲惨意外的官方结论之后，出于让孩子完整离开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同意不再进行侵入性的解剖，并且希望尽快处理后事。这种可能性在情感跟逻辑上也并非完全不存在。所以基于这个逻辑，警方如果不发布警情通报，而是由家属来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向公众进行说明，看起来也似乎情有可原。但即便如此，我觉得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存在大规模删帖管控言论的行为。或许可能是因为担心一个知名艺人的死亡可能会引发粉丝群体的过激行为，甚至引发线下的聚集，所以需要提前的降温。或许这可能只是一种维稳的惯性跟风险规避的可能，但这个其实恰恰暴露出整个官方叙事最致命的弱点，也就是所谓的审查的悖论。一个
意外死亡的事故绝对不配享有如此高级别的舆论维稳的待遇。这样一种不成比例的过度的信息的压制，本身就传递出一个最强烈的信号，这里面一定有鬼。这个维稳的行为本身就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试图掩盖的行为本身就成为了本案存在黑幕的最有力的证据。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于朦胧之死，它到底是意外还是他杀？也许真正的答案我们短期内很难看得到，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中国社会机体上一道深深的裂痕，这道裂痕叫做信任赤字。只要这道裂痕还存在，未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有可能继续在公众的真相跟程序的真相之间无尽的撕裂、怀疑跟痛苦。而填补这道裂痕所需要的，远远不止一份难抵白字的警情通报，而是需要整个体系的公开透明，以及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执着跟尊重。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爱生的频道。您更愿意相信哪一种真相呢？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思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